野良神原作是咋完结的呢？这个作品太经典了，所以我要好好的讲一讲。该作其实是由女性漫画家组合安达、杜佳二人组于2011年的时候在讲谈社旗下的月刊 Marketing 上连载的漫画作品。我们2014年至2015年看到的25集 TV 动画版剧情，实际翻拍了漫画的前39话的内容，恰巧出到了漫画单行本的前10卷。而该作漫画正好在2024年的2月份也就是上个月正式完结，全篇共出了109话的内容，发行了27卷单行本。当时第2季的动画结尾，男主叶斗被上天承认加入了800万神灵之中，而叶斗的父亲也在剧中出现，并且叶斗的父亲还亲了女主日和一口。故事俨然一副大阴谋即将展开的局面，但动画偏偏就卡在这里没往后出了。其实漫画在后面还有足足的70话的内容，来回反转的剧情特别的多，我怕把各位讲晕了，所以这里我按照我的理解给大家梳理了一个主线剧情，方便各位理解，总结不易，还望大家点赞3连支持一下。首先，在这个故事的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孤儿，他本与一个和尚师傅流浪为生，但是师傅后来和孤儿反目成仇，还被孤儿反杀了。孤儿借着和尚师傅的身份流浪到了一个村子里面，并且喜欢上了村花。没过多久，村子被当地的官员强抢民脂民膏时，孤儿替村花出头，上前跟官员理论时被官员搞死了。后来孤儿的灵魂飘到了冥界，见到了日本的死神伊邪那美。按理来说，一般死掉的人都会被伊邪那美的美色迷住，从此成为冥界居民。但孤儿却看到了伊邪那美的真面目，并且孤儿偷走了伊邪那美的神器毛笔以后，渡过了冥河，活了过来。不过此时孤儿既不算人也不算神，同时还拥有了冥界的毛笔所给予的神力。复活过来的孤儿很快就用自己的神力杀了官员，并成了当地人崇拜的面具神。可是孤儿喜欢的村花却觉得孤儿死而复生以后性格大变，令人害怕。最后村花反而遭到了村里人的嫌弃，惨遭毒手而死。这导致孤儿越发的觉得人类无比的丑恶，但真正的神仙们却在天上默不作声，看着人间种种的悲剧的发生。于是孤儿想要给这帮默不作声的神仙们来一点颜色瞧瞧，并想办法找回自己所爱之人。而这个孤儿就是本作的男主叶斗的亲爸爸。叶斗他爸后来利用冥界带来的这个毛笔，给本来是死婴而幻化成的妖怪吃，变成了神专属用的神器，并且叶斗他爸还祈愿创造了霍金神，即本作的男主叶斗。这里有一个设定要展开说明一下。首先，日本的神仙大多都是历史上的人物或者神话故事里面出场过的人所组成，但是神的神力来源于人的信仰，而神手上拿的神器大多是因为意外而死的人类灵魂所变。这些人类灵魂通过招聘会就职到不同神仙名下的公司里面，神仙会给这些灵魂赐予一个新的名字，让这些灵魂获得新的神力而不受野鬼欺负。但是神赐名的同时，神会瞬间知道这个灵魂生前的所有事情，包括这个灵魂是怎么死的。可灵魂一般都不知道自己生前到底发生过哪些事儿。如果灵魂知道了自己生前的名字，会瞬间想起自己的死法，从而产生怨念，瞬间变成丑恶的恶灵。恶灵会为祸人间，甚至可能会伤害到他们供职的神仙，到最后除了杀掉恶灵以外别无他法。所以神一般会把神器生前的真名都当作是一种禁忌，不让神器们知道。但唯独叶斗的爸爸弄来的神器吃算个例外。冥界带来的这个毛笔能把意志比较强的恶灵怪物重新固定回人形，这个冥界的力量也让吃有了特殊的能力，被吃刺中的神器甚至可能会想起自己生前的记忆。这种设定也为后面的故事埋下了很深的伏笔。而此时此刻，叶斗的爸爸带着叶斗和吃生活在日本，到处杀人。叶爸试图把人杀光，让信仰神的人减少以后，削弱神的能力，再去消灭神仙。但是某天，叶斗遇到了被其他神赶出家门的孤魂女鬼，并且这个女鬼非缠着叶斗收留她不可。当时叶斗还小，哪见过这么大的世面。最后叶斗收留了女鬼，并赐名为鹰，让鹰成为了自己的武器。这就导致吃非常的吃醋，吃觉得自己的弟弟被人抢走了，所以吃怂恿啥都不懂的叶斗去告诉了鹰他生前的姓名。而鹰被告知了生前之事以后，当着叶斗的面就变成了怪物。最终叶斗不得不杀了鹰来帮鹰解脱。也正是这事儿之后，叶斗小小的心灵留下了创伤，从此叶斗心里埋下了叛变父亲的种子。后来的故事就来到了动画里面的片段。到第2季的结尾后，叶斗加入了800万神仙的队列，但是神界的人也发现了叶斗父亲的存在，有的神打算
去灭了叶霸。可是叶斗是靠父亲的祈愿才出现的，所以叶霸死了，叶斗也给死，这就导致叶斗不得不一直帮着自己的父亲对神仙们隐瞒其行踪，而叶霸灵魂就附身在女主日和的学长身上。叶霸就这样每天恶心着神仙和男女主他们，来满足自己的恶趣味。好在这一感极强的毗煞门天发现了幕后黑手叶霸，并试图找出叶霸的行踪，结果这个披萨神中了叶霸的诡计，披萨的一个神器被吃刺了一下，从而想起了生前是被跳楼的人给砸死的事情，导致这个神器后来发疯变成了怪物，最后这个神器还被披萨的手下眼镜兄给杀了。就算披萨后来知道叶霸和叶斗的关系，并知道了吃的危险之处，但是为了世间百姓，也为了不拖累自己的眷属神器们，披萨趁着800万神仙去开结缘大会的时候，披萨偷偷的跑去了禁区，解放了曾归属于阿伊奴族神仙的逆天神器阿七。阿七其实是一个成了神器以后依然知道自己生前是战死的存在，但是阿七不畏惧死亡，所以能保持理智，没有变成怪物。阿七甚至曾经为阿伊奴族的神仙与日本神仙对战过不过后来阿伊奴族的神仙战败，被删了记忆，导致阿七被封印在了禁区。披萨神以会帮阿七弑神为由，骗阿七帮自己去找叶霸，试图利用阿七来杀了叶霸这个祸害。但是披萨刚找到叶霸的行踪，他就被其他的神仙发现了他擅闯禁区的事情，披萨当场就被列为了通缉目标，全神仙出动要来猎杀披萨。叶斗出于披萨手下眼镜兄的人情，所以叶斗跑到了其他神仙与披萨的战场上来搅局，结果搅着搅着，叶斗就跟隔壁的雷神搅出了感情。叶斗在打败了这个雷神，让雷神帮忙告知大家幕后黑手是叶霸所为后，其他神仙压根不为所动，非要把这个披萨给杀了不可。为了救人，叶斗一刀斩破了天，把披萨打成了重伤，失去了行动能力，也让叶霸逃离了战场。但同时叶斗也因此被抓到了天界，差点被判死刑。好在文化神、财神以及穷神出面求情，拿自己家神器的脑袋跟天照大神打赌，看到底是神错了还是叶斗错了好在打赌最后判明叶斗并没有做错，这才让叶斗保住了性命，保住了神器们的脑袋。不过叶斗也为了不辜负同僚们的厚爱，叶斗向天照大神发誓，定会自己亲手手刃自己的父亲，以报答大家的厚爱。不过叶斗也知道吃的能力，叶斗怕自己的神器血鹰想起生前的事情而变成怪物，所以叶斗瞒着血鹰跑去开招聘会，打算找一个不怕死的神器帮自己的忙。而披萨的手下眼镜兄在把昏迷的披萨照顾好以后，跑来找叶斗应聘。眼镜兄是下定决心，哪怕自己死了也要为主子报仇。在一顿拉扯之后，叶斗最后还是让眼镜兄成了自己的神器。这里顺带一提神器不一定归某一个神仙独属，它可以被不同的神仙赐予不同的姓名，只不过这会让这个神器在天界的地位变得非常低，但这种神器也会变成神仙间的抢手货，因为可以通过这个神器得知不同神仙间的八卦新闻。而吃就是这种存在，吃它就是同时还属于雷神和财神的神器。吃通过这个身份还为叶霸源源不断的提供了神仙的情报。不过此时男主带着眼镜兄来追杀叶霸的时候，却正好给雪鹰看到了。原来在此之前，叶霸就不停的让吃跑去离间雪鹰，而一切按照叶霸的剧本方向发展。雪鹰看到了叶斗竟然跟别的神器在一起后，雪鹰跟叶斗的感情产生了裂痕，最后雪鹰护着叶霸逃离，再加上雪鹰被叶霸诓骗，知道了自己生前是被自己爸爸虐待而死，导致雪鹰最终变成了怪物。然后雪鹰被叶霸用毛笔变成了专属神器，重新恢复了人形。但此时雪鹰性格大变，叶霸以带着雪鹰去给生前家庭复仇的名义，开始带着雪鹰为祸人间。但这时候吃不干了，他觉得自己总是被叶霸当工具人，太没意思了。于是吃脱离了叶霸，跑去找日和避难，而男主则带着眼镜男再次找到了叶霸。两方势力谁都说不服谁，只好打得你死我活。结果叶霸落于下风时，叶霸再次花言巧语，让吃又跑回到了叶霸的身边。但叶斗也不是吃素的，叶斗嘴炮的让雪鹰明白了，雪鹰的肉身最后其实是他叶斗帮忙埋的。最终这事儿也让雪鹰放弃了叛变，回归到了叶斗的身边。叶霸最终被叶斗打了个半死，不过眼镜兄也被叶霸打了个半死。好在眼镜兄被苏醒过来的披萨神换到了身边，保住了小
命，而夜霸不依不饶，灵魂从日和的那个学长的身躯里钻了出来后，重新拿上了冥界的毛笔，改变了空间，召唤了各种死灵。吃看透了夜霸的本性，本打算倒戈帮夜斗，但此时夜霸的能力变强，不仅夜斗和吃变回了小孩，就连其他的神仙都忙着分离夜霸召唤出来的恶灵，保护人类，忙得不可开交。好不容易夜斗在雪鹰的帮助下与夜霸有一战之力，偏偏日和正好灵魂出窍，而日和会在这里也是夜霸之前一步一步算计好引过来的，所以夜霸此时趁机杀了日和，让夜斗陷入了救与不救日和的两难境遇之中。但最终夜斗还是把日和的灵魂变成了神器，但是夜霸还没有嚣张多久，夜斗就用日和把夜霸砍了个半死。而夜霸本以为自己还有退路，可以利用自己的信徒再来人间祸害夜斗他们，但其实在夜斗跟夜霸对战期间，雷神和财神找到了供奉夜霸的村子，并彻底断掉了夜霸与其他人类的缘分绳，这让夜霸回归了冥界，就再也无法回到人间了。就这样，夜霸彻底的死了。然后故事到最后，日和并没有死透，因为日和被变成神器的时候，正好是夜霸使用冥界力量将空间变成混沌的状态的时候，所以天照大神可以在世界消除掉冥界力量影响时，消除掉日和灵魂已死的负面效果，让日和复活了过来。最后日和成功被救回，但也失去了和夜斗一起的记忆，而夜斗差点因为夜霸的死而消失，但因为夜斗、雪鹰和吃以怪物的形态被人拍成了视频放到了网上，让更多的人相信有妖怪神的存在。这样的曝光让夜斗增加了神力，从而让夜斗可以继续以神的身份活了下来。后来过了几年后，日和长大去了他爸爸的医院上班，日和的学长也失去了被夜霸附身的记忆。此时的学长经常来日和的医院看病，并同时追求日和。虽然夜斗很嫉妒学长和日和的关系，但夜斗不想再害日和陷入危险之中，所以夜斗并没有再干预日和的生活。夜斗此时依旧带着雪鹰继续日常消灭着各种怪物。而漫画的最后几页，日和突然想起了夜斗的名字，在日和呼唤夜斗名字的时候，两人再次相见，似乎日和又想起了他和夜斗两人的过往。故事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好了，以上就是大致的野良神原作大致完结的剧情啊，各位觉得这个结局如何呢？赶紧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与想法吧。你还想看哪部动漫的原作是咋完结的？本期视频点赞过2万，我就2天之内做出下期视频，望各位多多点赞，多多支持。